奴娇眼毛，长剑所及，但愿不伤到诸位。哦，王兄，啊，来，王兄，来。哎，樱桃，我们苏山店的伙计樱桃小时候学过盘子舞，樱桃，你与之一起跳。遵命。正是冷兄的寒食行，笔触素雅，托物寄兴，哲思隐于情，恰如空谷幽兰。好事！那我给记一下，快记！诗人冷极一首。据说在我大唐驿站的诗板上，有关寒食和清明的诗，抄送最多的就是这首。光阴如长河，诗人万千。其实一个诗人，如果能有首诗在千年后仍被传唱，就非常了不起了。冷先生的佳作，我10年前就读过，至今一到寒食节，仍会抄写背诵。诸位过誉了。我阮大兄何时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呀？唉，瞎丢什么？哎，班主，班主，哎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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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有歌姬没有啊？回主家，没有了。我们玄火班只有这5位歌姬。唱了右伯兄2首诗，
今日赌诗，你赢了。冷兄，刚才确实有2位歌姬唱过我的诗，但是与这位姑娘相比，却是逊色太多。要我说，论胜负，不该看唱谁的诗多，而应该看班中花魁唱的是谁的诗。附议。此女子绝对是这百戏班子当中的花魁。冷兄，你胜了。高某人输得心服口服。我阮大兄也甘拜下风。哎，等等，你还能占上风吗？你也不看看这席间都是什么人。王兄说的对。娇奴，奴娇姑娘可在此间休息？有劳三儿妹妹。没事。刚才为何不动手？席上有高手。高手？那个耍盘子了？不止他一个。那之后该如何？我可是给了你定金的。他们不是在喝酒吗？过不了多时，便个个会烂醉如泥。你只需告诉我，要杀至在哪个房间即可。是假冒。好剑法，看着是真刺客。哎呀，好险，他果真是刺客。你是何人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在下卢无名，只因为名字起得不好，至今未能考取功名，只好屈居苏山殿，当一个伙计谋生。你这刺客武艺虽凑合，却赢不了一个伙计，算你不走运。你又是何人？苏山殿另一伙计，在长安谋生不易，他被人欺负，就学了3招2式，也想过当刺客。奈何武艺太稀松，你连我都打不过，早点改行算了。任老板，交给你了。班主何在？出来答话。小的在。小的不敢欺瞒，此女子确实不是我们玄火班的人，是我们来的路上正好撞上她要上吊，便就……哎，我家班主心善，见他既会弹琵琶又会舞剑，就把他收留下来了。哎，是的，是的。带着佩剑上吊，是专门喜欢被勒死？恐怕上吊是守株待兔吧？应是提前得知玄火班要来这阮家酒楼，特意在那儿等你们呢。哦，哎，阮老板，这戏班子是谁请的呀？掌柜呀，姓侯的。
姓侯的要害我！抓住他！站住！过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过来！过来！想跑？那你是承认喽？就说要雇刺客，要宰了你这个不孝子，又怎样？你个开酒楼的，整天读诗、背诗、写诗，为了结交诗人，你不惜一掷千金，快把你爹的产业都给败没了，我看不惯。你爹死之前跟我说，他要值得辅佐，你就辅佐他；他要不值得，你可以取而代之。哎，他刚才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？好像哪位诗人写过。哎呀，你真是个诗痴！刚刚那句话没有出自任何诗篇，不是吗？是后汉三国刘玄德白帝城托孤时，对诸葛孔明所言。啊，对，想起来了。姓侯的。你对我爹呢，也算是一片忠诚。阮大雄在此谢过。啊，这我爱师哥，背逆了祖宗的产业，确实算是不孝。但是你竟然雇佣杀手想害我，你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你！把他给我关进柴房去，饿上他2天，让他好好反省反省。走。哎，诸位，让大家见笑了。他怎么办呢？我大唐确实宽容刺客，但行刺之际被抓，仍是要被惩罚的。若不送官，我等恐有包庇之责。那就绑了吧，拿绳子来。拿绳子把他绑起来。等一等，冷吉，愿代他受罚。他不叫奴娇，他叫娇奴。我们在洛阳相识，那时我在神都谪居备考，却屡试不中，以致意气消沉，整天混迹在秦楼楚馆。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我们，互相温暖，相伴，度过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。后来，娇奴渐成头牌，每日应酬达官贵人。有一次，我去找娇奴，看见他正被一个将军搂抱，我不忿，上前呵斥，结果被痛打。愤怒之下，我迁怒于娇奴，发誓从此不再相见，并诅咒他定会盲了双眼。我好恶毒，如今想来，实属不可。他本歌姬，应酬客人，也是为了尽早赎身，与我永不分离。后来，我因尝试汉诗信，一举成名。
不再醉心科举，而是回到南州，专事诗歌，与其他分子为伴，放情于山水之间。但我的心中一直对你存有愧疚。今日，就让我冷极替他顶罪吧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次机会，弥补过错的机会。奴娇，哦不，娇奴，你不想说说吗？顶罪一事可不是诗人冷极愿意顶就能顶的。自与冷极决裂，我心灰意冷。所谓花魁，红3年已是长久，之后便无人问起。我从洛阳到长安，又红了2年。再后来，我没有去鬼市的幽怨楼，也没有嫁作商人妇，而是去畅游天下，在嵩山遇见一位饥寒的老翁，我给了他壶笔，他便成了传授我武艺的恩师。再后来，我以奴娇为名，成了一名刺客。想起冷极当年对我的诅咒，便以眼盲隐藏身份，但我却从未杀过人。没杀过人？难道你也是骗取定金的刺客？不是，我看也不是。你的武艺没那么差，莫非下不了手？今日你原本是有机会的。我发过誓，只杀奸恶之人。今日见阮大雄，待3位诗人犹如贵客，可见他绝非大奸大恶之人。哎，恭喜冷兄，贺喜冷兄啊！方才娇奴姑娘所言，是以是否结交诗人而去判定一个人的忠奸善恶，可想而知，他从未忘却过你啊。同感，同感呐！哎，那这么说，是3位诗人救了我的命了。哎呀，阮某多谢，多谢呀！娇奴是否杀过人，他口说无凭，即便真的没有，也难逃惩处。因为我大唐虽不进4口，可一旦有行刺之举，多人按预谋杀人问罪，而预谋杀人不管得逞与否，都是大罪，公谢必会重判。不，我早就想好了，若今生能与娇奴重逢，立刻与他拜堂成亲。哎呀，这可是大喜事儿啊！哎，这样婚宴我阮家酒楼包了。要什么婚宴？对，我2人这就对月拜堂。怎么，娇奴，你不愿意嫁给我？你不肯原谅我？难道我还会再失去你吗？也罢，你在行凶现场被抓，即便不出死刑，恐怕也要长流3000里，终是难以生还。不如我冷极，就先行一步，到阴曹地府去等你拜堂。若能死在同一把剑下，来生也好相认。
兄，不可！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我这可是祖上传下的家业，若是二位在我这儿，以后谁还敢来吃酒？哎呀，你说什么疯话呢？既可共死，何不同生？糊涂！是冷兄，既相互有情，今晚便拜堂成亲，哪怕明天一早再送去官府嘛。我愿做保人，若质疑包庇之罪，我高达一人承担。诸位，是否愿欲承此佳话呀？我只是苏山殿的伙计，这事儿掌柜的怎么看呢？苏掌柜，哎呀，刚才佑伯兄的一句“既可共死，何不同生”，让我甚是感动。若是要重开宴席，我们倒是还有3种不同口味的苏珊。哎，酒席有啊！为了招待诗人，我准备了好几日啊！嘿，你看，我就说苏掌柜是读过诗书名士里的人吗？一会儿一同吃酒的时候，我们要多敬苏掌柜几杯啊！正是，一同吃酒，能与3位诗人同席，苏某之幸也。你们这些人说了这么多，我们还是先问问娇奴才对。娇奴，你我拜堂可好？我等这一日，久矣。哎呀，今夜之后，我阮家酒楼定会名留青史，最不济也会在传奇书卷上记上一笔啊！百戏班子，哎，还不赶紧吹拉弹唱起来！好嘞，马上准备。是。人歌小岁酒，花舞大堂春。今日阮家酒楼高朋满座，盛友如云。虽是壮日，但正逢其时。心中有情，便处处良辰。南州冷极冷书业，北地富士富娇奴。情之绵延，跋山涉水。至于今晚，新婚大喜，来，奏乐。听说过滥竽充数吗？早听出来了，当今天子最好音律。在未入东宫之前，我常陪他读书练武，接着摆弄乐器。李成，送入洞房。好，好啊，好。想不到还有喜酒喝，阮家酒楼的菜真不错。不错。吃，就知道吃，信不信我还踹你们2个？
班主，他们人多势众，既然提心吊胆，不如咱们走吧，带上那家伙，去贵坊把银子取了。银子，这儿也有。哼，哪来的？那个姓阮的老板家底儿极厚，还是个诗疯子。主家，您吩咐。一会儿你找个好的歌姬，把这首诗交给他，待会儿跳舞时叫他唱出来，这块银锭就是你的了。就这么简单？诗可不能错，一个字不能错。什么诗嘛？这个一个字儿不落的背下来，待会儿唱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是。可他们当中有高手，尤其是那个姓卢的，怎么看也不像个伙计，对刑律还挺熟悉，搞不好还是个不贼棍。哎，怕什么？他们不是要喝酒吗？方才我卢兄，刚才可是说好敬我们诗人一人3大碗，你却换成了水，但终究引得刺客出手，真乃妙计。是啊，高达也是敬佩之至啊。这还多亏了苏掌柜啊。但这酒得补上吧？对，酒得补上。来，苏掌柜，二位贤兄说的对呀，冷兄与夫人已入洞房，我们再不把酒言欢，更待何时啊？不急，苏珊做好了，先吃，吃完了保证你们能喝更多的酒。苏珊好吃啊！二位姑娘有劳，一会儿一起喝上一碗。这个可是喜酒啊！多谢大诗人，这酒太香了，我一直闻着，早就馋得受不了了。大雄，我与你倒上。好，多谢王兄。各位，这苏珊旧酒啊，越喝越有，咱们先吃苏珊，而后痛饮。好，好，好。如何？来了。喝了，至少喝了3大碗，这会儿都欢死如猪了。太好了，别管是不是捕贼官，他们都是将死之人了。六郎、七郎，你们2个守在1楼，若有人下来，见一个杀一个。懂。要是听见上面打起来，就是民药没有把人彻底迷倒。你哥俩立刻上去帮忙。懂，又懂。先把这2个练家子宰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们持刀摸上楼来，却问我要干什么？你这个人有点意思啊！我们入计了，才知道，晚了。杀！赶紧抬了柜子跑啊！哎呦！
走。他娘的，六冷七冷怎么还不来呀？捂住口鼻！啊！穷寇莫追。我抓住他！我抓住他！追！追！高兄、王兄、阮老板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不是让你们躲起来吗？还有你冷兄，洞房花烛夜怎么就跑出来了？哎呀，先擒完盗贼，再入洞房不迟。是啊，堂堂的大唐诗人，岂能一躲了之？哎，正是此理。没错，我大唐诗人，个个能问的我，不是好惹的。这话在理啊！来，滚！没想到原来是赫赫有名的狄公弟子卢参军，幼伯这厢有礼了。高达有礼了，卢参军。先前未报真名，就是为了擒这伙贼，还请各位恕卢某不敬。犯人我审，还请冷兄安心入洞房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冷兄，此事安能客气？哎，王兄。不过冷兄，樱桃需在洞房门口守着，毕竟焦奴是在行刺现场被擒，在下是雍州司法参军，不可做事，也不能使其逃脱。容我夫妇拜堂，卢参军以法外开恩，冷吉待爱妻谢过。走。走，跪下。老板，老板，小伙伴那两个大汉抬着大柜子跑了。啊！他娘的，这两个王八蛋！别骂了，三孟尝，你的本名叫什么？我姓苟，苟孟尝。孟尝两个字可没瞎说啊。本司法参军问讯，需如实回答，否则即刻公械受大刑。我招。苟孟尝，你根本就不是玄火班的班主吧？哎，我不是。可是那几个歌舞姬他们是玄火班的，这之前狼野狐就干过这一行。他说，打着百戏班的旗号，更容易进入深宅大院抢劫。我也是听了他的鬼话，见你和那女的不好对付，本来我们是想走的，可是他太有钱了，唱他一首诗就赏一块银艇，碰到此等飞扬，这焉有不宰之理呀？无巧不成书。阮大雄，如此看来，我更要把你写到我的诗里去了。你还真不是这玄火班的班主，那真正的班主何在？是不是被你给杀了？没，就在那大柜子里呢，就是被那两个王八蛋抬走的那个大柜子。我们最近抢劫的金银细软都在里面呢。我的心，依我说，还是赶紧追吧。这穷寇不穷寇的倒不重要，关键那柜子里还有条人命啊！
二当家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你们两个竟然不上楼救我！哦，想私吞金银，看我不踹死你们两个！不是，二当家，不是这样的呀，二当家，我错了，服了，你们两个废物，赶紧抬老子跑！跑不动，歇会儿，歇着。不想活了，等着官府的人来抓，赶紧抬老子跑！这柜子没压在你肩膀上，要不你试试？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刀！别！但是我也是不可能的。柜子里的老家伙实在是太沉了，现在咱们中了圈套，柜房中的金银是取不出来了，不如把那老家伙杀了。对呀，二当家的。把他给杀了，把这边东西拿出来，咱们三个人平均一分，一起远走高飞。我是谁？你俩是谁？还想跟我平分？你想干什么？你这娘的！你们别过来！我是副班主。别！咱们还是兄弟。当年可是我收留了你们两个。呸！收留？你就是让我们一辈子给你当牛做马！柜子里的金银都归你们，放过我！放了你！怎么你在捶我们屁股是吗？老七，把箱子打开，让我再歇会儿。你他娘的还敢顶嘴？为啥你不去开柜子？我又不是你亲兄弟，你怎么使唤我？你是傻子吧？瞅踹你屁股呢是吧？你也想踹我屁股？不踹你还留着你？分3分，不如分2分。分2分，不如我一人独得。去死吧！老班主，这位是雍州司法参军卢凌风。玄火班班主袁离拜见上官。这2位是诗人，那位是阮家酒楼的老板。拜谢各位恩公，要是没有你们，老朽的命早就没了。半个月前，站住！我骗这伙强盗说自己有很多银子存在柜方里，只有我本人才能取出来，他们才没杀我，把我装到柜子里，每到深夜给点吃的，喂点水给我喝。此番带着玄火班进长安，就是为了胁迫我到贵方去取银子。就是，他们还以老班主的性命做威胁，我们若是不听话，就要活埋了老班主。那个七郎还逼我与他相好，我看见他就恶心。我也是没有办法才委身于这个假班主的。我就是怕他们起了歹心，把老班主和姐妹们都残杀了呀。桑儿，你没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姐妹们都说了，
老班主逢凶化吉，值得恭喜。那几个强盗手上都有多条人命，用豹子惩罚他们，并放豹子重归山林，达成人与飞禽走兽和谐相处之道，似乎也恰如其分吧。好是好，我也正想将那豹子放生，只是好奇你们是如何做到移花接木的。万一那豹子不醒，岂不是让强盗逍遥法外了？哎，阮老板，这个你放心，若无把握，卢参军早就去追那些强盗了。我也是很好奇，当时我被盗绑，还堵了嘴，忽见箱子盖被打开，可是不知怎的头晕的厉害，就晕睡了过去。之后自己怎么出来的，到底是谁救了我，始终没看见。当然是本参军了，除了我，谁能把你从柜子里抱出来，再把那只豹子放进去？哎呦，有劳了，小老儿再拜卢参军。不必了。哎呀，折腾了一晚上，肚子又饿了。阮老板，还有酒菜没有？我还正想着再摆宴席，祝贺卢参军又破大案，在我这阮家酒楼抓住了这些江洋大盗啊！王兄，这件事儿如果能编进你的诗篇，我想诗名上就不必再加上“戏赠”二字了吧？加不加就看一会儿的饭菜丰盛不丰盛了。果然是我老伯。阿郎，再摆宴席，上好的酒，看家的菜都给我摆上。是。老班主，哎，不知你们玄火班还有何绝技呀？赶紧使出来吧。这，不会是在那柜子里捆了半月，本事全都废了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待我和姑娘们稍作准备。快去！哎，卢参军，各位恩公，玄火班献丑了。老兄，大雄，来，来。来，同饮。好啊！好！哦，好，好。来，哎，好的。用心，来，投饮。
的天命。费英俊，还认得我呀？老朋友了，你为何要搅我的生意？呸！老贼，我没有你这样的朋友。罗凌风，这就是你们要抓的那个末影幽燕。擒他！罗凌风，别怕，那是幻术。别光盯着洞房，还要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明白。还有大爷。班主，班主，班主！抓刺客！刺客！姑娘们，放下兵器，别逼我们动手啊！想试试大唐诗人的实力吗？听话。跟他们拼了！拼什么拼？我们也是被那个老家伙给逼的，最多算从犯。你们几个，过来把地上东西收了。季师公，我一直担心你喝醉了误事儿。醉什么醉呀？苏明根本就不让我喝呀！忙活了半天了，我得犒劳我的酒虫子了。哎，张飞，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，不可喝酒。什么重要的事儿还耽误我喝酒？据暗探密报，隐匿多年的末影幽燕已潜回长安，目标应该就是这阮家酒楼。此人杀人如麻，手段极其残忍。你若饮酒误事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说谁？我一听这名号啊，嘿嘿，老相识了。20年前我混迹于鬼市，他被仇家追杀，血都快流干了。
是我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，而他却为了得到灵丹妙药，杀害了我药王们的4个徒孙呐！那几个孩子都管我叫师叔啊！我今天要给他们报仇！把剑给我！飞说杀个老贼，何须您亲自动手？我今天一定要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！哎呀，老费，行了，他罪行累累，需一一审问，务必还所有亡灵公道。墨影幽燕，你躲了20年，却敢给这百戏班子起名叫玄火班，玄，墨色也；幽燕，鬼火也。你这是在挑衅公谢呀！陆林峰，苏无名，你们2个是嫡公弟子，老夫早有耳闻，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遭遇，算我倒霉。何来遭遇一说？我们是专门在阮家酒楼等你的啊。只是我不明白，以你墨影幽燕的手段，怎么会被苟梦长一伙劫持呢？要不是他们人多势众啊，我又怎肯受其辱？你就吹吧，你就。墨影幽燕向来以狡诈著称，凡是能骗过的，他绝不硬拼。他最擅长的就是用幻术杀人。要是真刀真枪，也早就被人砍死在荒郊野外了吧？我问你，你既已隐匿20载，为何又出来犯案啊？命在雪地，身不由己啊！啊！你接到血滴令了？反正是一死，你们就别想在我这儿问出东西来。都给我拿下！卢参军，我们来晚吧。来得正好，把院里的这几个，还有里面的苟梦长，一并带回宫县。是。轻点儿，给他捆结实了，他可会幻术。是，苏先生，不对呀。刚才你说你是专门到这儿来等他们的，可不应该是我请你们到我这儿来做苏珊的吗？给我搞糊涂了呀！有些事儿糊涂一点好。哦，对。桑儿妹妹，我早就看出来你是被胁迫的。刚才你能及时停止做帮凶，也证明了这一点。你着实细心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这不救着了吗？今日我老费可是合格的暗探，要是没我呀，你们早被那个什么狗给迷倒了。嘿嘿。喝酒之前，让他们先吃苏珊，盯住了，每个人必须吃光。行了，老费，这一天天的，就知道吹。不过，你能把那豹子装进柜子里，确实有点本领。据我所知，这墨影幽燕30年前就身背数条人命。可这班主赛梦长和狼野狐，年纪他对不上啊。带我寻机探明虚实。来，买上啊！我
我也20年没见那老贼了，所以乍一相见，我也不敢立即确认。但回头一想，罗凌风、苏无名都在，即便把他放出来，也不怕他跑了啊。故能把人给迷晕，还能把豹子熏醒之后让他受你驱使，真乃神仙也。昔日我在南州治头风病，在云顶治哑奴，他们也这么叫我。你们是冷极的朋友，就不必如此客套了。哎，冷极人呢？让他出来陪我喝酒啊！我1天没吃肉，1天没喝酒了。冷极，老神仙，老神仙，酒席呢可以再摆，但今日是冷极兄大婚的日子，洞房花烛1克1000斤呢，就不要叫冷极兄陪你喝酒了。我呢虽然不算什么诗人，但高兄、王兄2位可是鼎鼎大名的诗人，我们几人陪你饮酒可否啊？只要喝酒，谁陪都一样。罗凌风，我今天可立了大功，你是司法参军，你一会儿得多敬我2碗啊。苏无名啊，你这1天净差遣我了，你也得敬我几杯。都敬，还有我呢。樱桃，你职责在身，不可擅离岗位。你派我那活儿，喝酒会误事，还不赶紧帮我去看着？洞房早就熄了灯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等会儿，济世公，我陪樱桃一起小酌，不误事儿。走。你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第4次崇拜宴席了啊！来，喝酒！来，诸位，来。今晚这高悬于苍穹的明月，既是大唐的明月，更是诗人的明月。可惜我阮大雄能帮雍州府捉贼，却不知如何写出更好的诗句。阮老板，坐。一轮明月，居然让你这样一个汉子一下子忧伤起来，可见我长安处处皆有诗意，写出好诗句对你来说早晚的事儿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认为诗意来自于诗本身，有最精美的语言就够了。但怆然南下，继而西行，漫游天下，却发现，想要写出好诗，需爱着天地之辽阔，须拥人间之烟火，如此才会有真正的诗心。诗人当如此，英雄亦然。说得好啊！罗兄虽自谦说自己不是诗人，但却一语道出诗歌的精髓呀。英雄2字甚好。阮老板，你不是嫌弃阮家酒楼名字俗气吗？依我看，改成英雄楼3字，你看如何？这个名字好啊！我愿替你题写“英雄楼”3个字。哎呀，这让我如何感谢2位诗人呐！哎呀，说什么感谢2字来？
喝酒啊！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！来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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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与冷吉约的是4时，如今时辰已到，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我去敲门。冷兄，冷吉，樱桃，你不会是贪杯睡着了，人家走了都不知道吧？我没有，我一直陪着樱桃，我们俩眼睛都没有眨过。坏了，昨夜他二人说要同剑自刎，该不会……让开！阮大雄，怎么回事？来，解释解释。哎呀，哎呀！酒喝多了呀！这间屋子之前为了防止歹人，曾经挖过地道呀，我怎么给忘了？哎呀！自南州三子相继离世，我便成为这世上最孤独的人。此次北上，先洛阳后长安，就是为了寻找你。今日冷吉，终如愿以偿。能团聚一晚，此生再无遗憾，又何必要带我走？就不怕被官府通缉，后半生没了当诗人的洒脱？和你厮守终生，就是我冷吉最大的洒脱。只是为难了高达跟王佑博，让他们为难一下，亦无不可。来日再登门道谢不迟。那2位嫡公弟子呢？倒真是为难他们了，需绞尽脑汁，想办法为你脱罪，不然他们也难辞其咎。你还笑得出来啊？想想今后的每一天，我都想开怀大笑。说吧，想让我带你去哪儿？我的老家南州，你若想去，我便带你去；你若想回洛阳看看，我们就一起回。总之，我要用我的后半生挽回曾经的辜负。若我喜欢柴米油盐，我想要你每天跟我过这普普通通的日子呢，那你还怎么当诗人啊？谁说诗人不能身在市井炊烟的袅袅中？也许我最好的诗篇就诞生在与你平淡相伴的日子里。陌生又熟悉的诗人，我们走。熟悉又陌生的刺客，到底去哪儿啊？随你，你想去哪儿，我就跟你去哪儿。驾！卢参军，我呢是保人，已经准备好接受包庇冷吉的罪过。要绑呢，请便。哎呀，这种事情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，高兄？再说了，不是说好一起出塞的吗？大不了刑期满了再走，这样更能写出雄浑的诗篇。好啊，你们二人原来早有预谋，连苏无名和卢凌风都被骗了。
怎么了这是？我刚才喝醉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哎呀，摊子还得收，都是我的事儿。哎呀，抓到了刺客墨影幽燕，江洋大盗狗孟尝，这一行也算是战果累累。至于其他的，我其实也喝醉了。醉得好，我们走吧。走什么走？岂能如此轻易的放过他们？那又如何？反正本参军不能放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他们自己跑。义兄的意思是让他们从那里面爬出去？哎，这个主意好啊！这些高傲的诗人就该这么治一治。情与法兼顾虽是难题，但今日之事仍需上报有司。本参军先行一步，剩下交给你了。高兄的亲笔题匾啊！阿拉，还是我亲自挂吧。你慢点啊！哎，苏先生来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好让苏先生扶梯子呀？阿拉，去把姓侯的带出来，让他来扶这梯子。好嘞。哎呀，阮老板啊，你跟冷吉是故交吧？别不承认，我又不是司法参军。苏先生。当着真人，不说假话。我与冷吉是神都时代的老朋友，或者说，那时我便是他的仰慕者。我曾经见证过他与焦奴的爱情。1个月之前，我在长安见到冷吉，便答应他，一旦找到焦奴，将不惜一切代价助他们再续前缘。几天前，阿郎悄悄告诉我，姓侯的蠢蠢欲动，叫我当心一点。我便谎称去打猎，暗中跟踪，竟发现他在雇佣刺客，所雇的正是焦奴。你说了，快点，快点！那你还敢让他给你扶梯子？他以前在我爹手下当伙计，我自幼丧母，从小是在他背上长大的。他对我呢，也算是恨铁不成钢吧。他要想杀我，何须雇佣刺客？他管我1日3餐，若下毒，我早死了。还愣着干嘛？扶梯子啊！啊！家子，100年家业，名字都换了。哎，你嘟囔什么呢？我恨不得把梯子推倒，摔死你！哎，来把梯子说。以前呢，这儿叫阮家酒楼，老板必须是我阮大雄。现在换成英雄楼了。从今往后，这儿的老板就是你了。大雄，老侯啊，我这份家业呀，你比我更上心，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啊！哎，这苏珊的钱谁给结一下啊？他是老板，他结。阮大雄，诗人是你请来帮忙的。骗了我和卢凌风的是你。不过这英雄2字，你阮大雄还真配得上。
终于要出赛了，冷兄不能与我们同行，可惜了。哎，你觉得阮大雄如何呀？人不可貌相，亦不可以职业论短长。这个开酒楼的，还有些诗人风度。不然我们回去叫上他。你也有此意？我来了，二位诗人！我总算是追上你们了。我听闻这胡天8月便飞雪，不知二位出塞衣物带的可够啊？还有，这是胡饼，这是肉，还有酒，这2葫芦是酸板糖，给你们带在路上用啊。阮兄，是否有意随我2人一同出塞？佑伯兄的意思是，你是否愿意与我2人一同出塞呀？我愿意呀，我当然愿意呀。家中是否有人需要告别？家中再无亲人，酒楼也已交给侯掌柜打理，从此一身轻了。那现在还等什么？你我3人，不，我们3位大唐诗人，一路向西，启程出塞。去！诗人，我将成为了真正的诗人。阮大诗人，莫犹豫，快马追，一起来！撤！大唐诗人阮大雄，今日启程出塞，驾！